怎么贴着黄纸啊？我帮你揭下来。我脸上有黄纸？哎，还真有黄纸。还有一张。 舒服多了。给我镜子！我的脸，我的脸！夫君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做了噩梦，晦气。主人，您的信。信是谁送来的？在店门口放着，没看到是谁送的。谁的信啊？啊，我那远房堂弟，你还记得吧？不学无术的那小子。是叫李门吧？就是他。他怎么了？此番要去沙州谋生，途经云顶，因为这些年混得太差，不好意思来拜访，就写了封信，打个招呼。那不就是想见你？估计要借钱做盘缠。主人、夫人，喝鸡汤吧。今天早上现煮的，就是昨天主人斗输的那只，被我宰了。就你话多。娘子，你看斗鸡还是有好处的吧？起码有鸡汤喝。不是见你输钱我就埋怨，可你想想，你何时赢过？斗鸡就是赌博。我再劝你一次，你别再斗了。还有那个方九，成天拉着你去斗鸡，他就没安好心，以后也别再搭理他。可是日子过得好生无聊，不斗鸡做什么？你不应好好经营布店。布店的名气早已打出去了，全云顶做衣服最好的就是咱家。再说了，有大德在，有长乐帮着，不需要我呀。布店生意是不错，最近每天都会接到上门量尺寸的活，忙得我都有些跑不过来了。来店里的客人也不少，就是有些客人坚持要求主人亲自为他们剪裁。不用搭理。长乐，你今天话真多，下去。是主人。我看你精神状态啊，还是不好。其实我最近也经常感觉到疲惫，常觉得胸口堵得慌。许久不发作的心悸之症啊，怕又是要犯了。可说来也奇怪，一斗起鸡来就精神抖擞。所以啊，人到中年还是要找自己喜欢做的事。娘子也是，比如你爱喝鸡汤，那就要每天喝。咱家又不是喝不起，喝上个半年，保准身强体壮。来来来，再给你加点胡椒。别这么殷勤，我这里没钱跟你去斗鸡。
别生气了，我不斗鸡了还不行吗？真的？不过，我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。你那堂弟的事啊？娘子真的是善解人意，他好像走投无路了，毕竟是亲戚。他要去沙洲开洞窟，那可是累人的活儿，能想到以此赚钱养活自己，我觉得还有救。他住哪里啊？都已经穷困潦倒了，还能住哪儿？上仙坊呗，那里的客栈是全云顶最便宜的。亲戚有难，还是要帮的。我去给你取一块银挺来。真的，娘子。你真好。走路怎么不看人呢？好，算我没有看见你，抱歉。让开！贵客，您做什么袍服？我先看看。嘿，您这身材真绝了。这样，我先给您量量尺寸，您再选布也不迟。不是我做，是想给家眷做。您家娘子的尺寸您有吗？尺寸，我不知道。您最应该知道了，您都来给她做衣服了，即便不是夫妻，那也是关系密切，怎么可能不知道啊？他大概到这儿，啊，不对，到这儿。这不能估算，要是您真不知道，就不好办了。怎么不好办？你就按全天下最窈窕女子的身材去做，不就行了？您先用茶。要是家眷不便，请告知地址，我上门去量。我本来就是想给他一个惊喜，你上门去量，我的心思岂不白费了？是这样啊，郎君真是有心人。可这事儿该怎么办呢？他比你高一点，瘦一点，年纪比你长一些。那就知道了。您放心吧，不用量了，能做。谁叫咱们是云顶第一的布店呢？您就来这儿选布料吧。他叫丁大德，手艺好得很，您尽管放心。您若是忙，就留下住址，大德可送上门去。如此，若是衣服不合适，可以当场修改。好主意，多谢二位。老伯，打搅一下你，敢问上仙坊可有个穷泉巷？什么巷？穷泉巷啊，有，那个万泉巷啊，就在前头。不是万泉巷，是穷泉巷。啊，不是穷泉巷啊，那是什么巷啊？哎，哎，老人家，你可知有个穷泉巷怎么走？念香，是穷泉巷啊。穷泉巷，
过了前面路口，往左，1拐、2拐、3拐就是了。谢郎君。教训老人家，你能少个脑袋呀？哪有什么碧落小站啊？可有人？年轻人，住店呢？不，我想找一个叫碧落小站的地方，可我转了一圈都没找到。这就是了。我不住店，我找人。都一样，进来吧。你们俩出去等，我来验尸，你去问话。好。你是店主？对，尸体就是我发现的。我早上上楼查看，看见那个门是半开着的。死者叫什么？不知，上仙坊都是家庭客栈，来住宿的不记姓名。他是昨天晚上天黑之后才过来的。当时，我不住店，我找人。都一样，进来吧。堂兄，李门。阿婆，还有没有细节可说？尤其是五官的细节，或者是您见他的第一眼，让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？那男子虽英俊，但是有点像无赖，这算不算细节？当然算，谢谢阿婆。这个人直呼死者为堂兄，而死者直接叫出了他的名字。对呀。
李门，他是2天前住进来的，外州来的，在我这个小店入住的。除了本城的孤男寡女，就是外州的穷人。昨夜这里住了几个人？我这1楼只有1间客房，是最便宜的，就住了里门。2楼3个房间，都住满了。分别住了什么人？住的都是女人。先说这间最贵的房吧，住了个丑八怪。丑八怪？对，丑，不是一般的丑。3天前来住宿的时候，吓了我一跳。住几天呢？3天。你先上楼吧，我这就把热水给你送上去。都长成这样了，住再贵的房子，怕是也没用。你是在说我吗？被我说中了。到了晚上，他很少待在房里，应该是去夜市勾搭男人。可惜一个都没带回来。昨夜好像回来的早一些，还跟我要的洗澡水，但却不让我把洗澡水帮他拎进房里去。我要洗澡，多烧热水，帮我放到楼梯口就好。我可将热水帮你加在浴桶里。你不会还想给我搓背吧？你太老了，用不着，就把热水放到楼梯口吧。我年轻，提得动。哎呀，娘啊，那个死人不会来找他的吧？那个郎君，风度翩翩，穿着打扮很富有的，找什么女人找不到啊？不可能，不可能的。那个女人是什么时候走的？不知道。这间房子住了一个戴面衣的女子，是昨天午后来的。面衣，可曾见其容貌？哦，水是刚烧的，放心喝。多谢。娘子长得再美，也用不着总带着面衣。这都进屋了，还有事吗？啊，不打扰了。虽然隔着面衣，但我也能看出来，她是个大美人儿，就是不爱说话，应该是个外州人。可知那面衣女子何时离开？这个我知道，就是死者来了没多久，她就走了。出去啊？和一个朋友约了，一起喝酒。那你还回来吗？可能要晚些，也许就不回来了。啊？怎么，不行？1天的房钱，我不是给了你？对了，戴面衣的女子刚走，丑女人就回来了，然后就要了洗澡水。哎，这个房间住的，长得没那么好看，但也不难看，就是胖胖的那种。所谓既丰腴又风骚，男人都喜欢的样子。他呀是本地人，常来，只有他来了，夜半就有男人来住。昨夜也是。你这所谓家庭客栈，夜里不锁门吗？来我这儿的多半是幽会的男女，男人就怕被人看见暴露自己的身份，所以都是深夜才来的。锁门了，不就没生意了？
这怎么堆那么多冥气殿的东西？这才是我的主业呀！在这上仙坊，只要死了人，或寒食、冥阴、中元，只要给死人烧纸，都是从我这儿买的。这就是李门住的房间吗？对，人呢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。卢县委，你确实很善于观察。随罗某出来办案，你这声卢县尉叫的也好。结果如何？樱桃，右侧脑部有被钝器击打后形成的微小伤口，不足以致命。面色几乎如常，眼微睁，脖颈处有被掐过的痕迹。被掐死的？被掐窒息而死，当是嘴开手握，而此时很明显并非如此。死者被发现在浴桶里，口鼻处没有外溢的细小泡沫，也没有泡沫干涸后的痕迹，脸上更无青紫痕迹，初检非溺死桶中。如此说来，死因不确定。还是从死者的身份查起吧。让开！昨日我在天一布店门口，应见过他。没错，就是他。你去布店干什么？与本案无关。若初步验尸结束，就把尸体先抬回公廨。都听县尉的。每间客房都有浴桶吗？当然不是，就只有这一间房里有。小小的客栈又开在上仙坊，为什么做那么好的浴桶啊？还不是为多收几个钱。那个浴桶底下是连有管道的，可以把水直接放到楼下的。还能直接放水？啊！有这样的浴桶，即便在长安，那也属于上房喽。为了这点方便，我下的本钱至今都没收回来。这里暂不可营业，何时方能？公廨会告知。这妥当吗？很妥当。不管是在京师还是在州府，一旦发生命案，告破之前都不会允许你营业。稍后我会贴上封条，你也不许留在这里。啊，还要封？身为店主，公廨是否会追究于你，那要看你有没有知情不报、窝藏凶犯等罪责。现在，你要配合这位裴小姐，将几个可疑之人的画像完善。是。索罗，去找天一布店的主人，到县县辨认尸体，看看是客人，还是店里的人。是。主人。这是我傅丽云，她是怎么死的？虽发现一些外伤，但并非致命，死因还待进一步勘验。我叫沈平，跟我丈夫李云
开了天一布店。昨天下午，他收到一封信，看看喜欢吗？要是不合适，再拿来修改。好，您慢走。走。信是我发现的，不知何人所送。昨日在殿中不识县尉，招待不周。你招待的很好，夫人。按照碧落小站的主人讲，你夫的堂弟李门住在那里。信就是他写的。那是个不学无术之人，当我夫君，还是念在亲戚的份上，想接近，我就给他拿了一块银帖。他黄昏时出去，一夜未归。我想，准是跟堂弟畅谈醉酒，睡在了客栈。李云平时可有顾及？先前有心悸之症，还睡不好觉，常从噩梦中骤然醒来。最近半年，被方九拉着去斗鸡，布店的生意也不管，没什么牵挂在心，此症倒是好多了。赌博？是，让上官见笑了。夫人的身体先前很好，近1年来确实羸弱了一些。我刚刚打听过了，你夫李云在云顶赫赫有名。是，他才见手艺好，跟我父亲学艺也刻苦。我父临终前，把店铺和我都托付给了他。他进的布料好，做的衣服更好，慢慢的，天一布店就扬了名。原来是这样。他的尸体，我可否带走？现在还不行，宫西所要问的暂时就这些了，夫人可以先走。近期我们的人会随时上门问询。你怎么一言不发？我只是你的私人主簿，有卢县尉在，哪轮得上我说话？我问询啊！少阴阳怪气的，听出来什么没有？刚才那个沈平说给李云带了一块银挺，可案发现场没发现这块银挺啊。这块银挺我倒是见过。银挺丢失，首先应怀疑李门谋财害命。李云头部的伤和颈部的掐痕，也证实了打斗过，可暂未发现致命伤。苏明，你是不是已经有了探查的方向，在故意试探我？岂敢！那个，我是想啊，就在喜君未完成那几幅人像之前，我倒觉得这块粘土应该是个线索。这种土非常粘，应是烧砖瓦所用。在长安，我去贞观署查案时，也曾见到过类似的粘土。县尉说的对，在京师是由这个贞观署掌着实陶土之事，而在州县，用这个粘土烧砖制瓦的地方叫砖瓦窑。索隆，带上几个人，排查本城所有的砖瓦窑，凡昨夜未归的砖瓦匠或入夜后去过上仙坊，都带回宫协问话。是。哎呀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我医馆忙得很呐，
又要治病救人，还要带徒弟，我老费现而今，可不清闲。知道你忙，请你喝酒，你不来？你把我老费当什么人了？我说了再也不喝酒，绝非儿戏。除非哑奴全被我治好了。我的费神医，此次烦劳您跑一趟，是因为苏某有事儿要请教您。这么客气了吗？嗯。哼，什么事儿？说吧。我说费神医，这死尸发现时泡在浴桶中，但没有溺死的迹象，只是这头部、颈部有轻微的伤痕。可这样的伤痕不足以致命啊！因死者生前有心悸之症，所以我们请你来，是想让你帮我们看看，他会不会是与人争执或殴斗中突然发病，就死了。心悸的原因很多，主要分为4大类。第一，是因为疾病；第二，是因为情绪紧张；第三，是因为过度劳累。这4是错吃了某种东西，比如说吃错了药。哎，他是干什么的？布店老板，云顶最有名的裁缝。哦，那就不应该是过度劳累。他家娘子还说，他会经常做噩梦。既有梦魇，那就应该属于第2种，也就是长期且持续的精神紧张所致。再撩开点，我看看尸体。哎。人之突发疾病导致骤然猝死的，不外乎心、头和呼吸之症。我观李云的尸体，并无这3种病症的特征，也就是说，他的死跟病症无关。凶手好手段，连苏明验尸都没查出死因。哎，他好像是在说你无能呢。我听出来了。我昨夜没回住处，就是去会相好的了。她是个寡妇，这不犯法吧？我是去过上仙坊，但只是路过而已啊。早知道我就不说了。站住！如此惧怕到公谢被问询，真实面目，怕不只是砖瓦匠吧？这个是去年临县的协查卷宗，与你的特征都对上了：盗窃12户，复命7条。以砖瓦匠的身份隐匿于云顶，是喜欢这里的美酒，还是夜市啊？你一句话都不说，
就是等着死了。被你们抓住，还有的活吗？开口了就好。知道怎么找到你的吗？我懒得知道。杀人的盗贼，怎么嗓门比县尉还大？我问你话，你好好回答。也许下狱的时候还会有酒有肉。你这么大嗓门，到时候把我这些兄弟们惹急了，挨板子不要紧，关键没有吃喝，你扛得住吗？说说吧。昨夜去了碧落小寨，去了。干什么去了？和相好的幽会。那相好的姓甚名谁？这我不能说，人家对我挺好的，我岂能连累他？还挺仗义。除了会相好的，是不是还顺便杀了个人？人不是我杀的。这么说，你知道死了人？好，我承认，碰见死人了。我是把银挺顺走了，但那人真不是我杀的，他躺在浴桶里，手冰凉僵硬，早就死透了。这个人不是你杀的，那临县的7条人命，你是认了？我还没认呢。拂晓时分，天光未明，那个死人的手，看上去定是诡异可怖。你若是没杀过人，会敢去摸吗？你这县尉还真会绕弯子。好，我承认，我杀过人，但7条人命，我不认。有那么少吗？啊！你们这群废物，光知道查临县的，我在沙州、韩州所为，你们怎么不去查查？我手上的死鬼，起码20个开外吧。无法乱，斧头岸，马鸣萧萧，彩云散。功名事，惹人烦。千重渡过暗重山。一桥弯，冷月暖，西出阳关路漫漫。为君一死生难，胡杨琵琶念长安。银河百丈，星辰闪烁。故园半亩，花开花又落。临风一世，无名白首，赤子心，破苍穹。
黄沙卷，金甲穿，烽火连城，横刀了却狼烟。心如水，志如磐，待回首天涯远。随我夕阳，行迹万里河山。与谁同坐明月清